给了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形容词，你可以说一下吗？本末倒置。你为什么不先让他们懂得母语才懂英语？那时候觉得你怎么这神经病，迎合市场的需求，忘了弘扬中华的我们文化。你为什么要送他来读中？我给他学华文，我说给他学华文，你不跟他讲华语。邓老师，非常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因为我一直觉得读中在大马是一个非常非常受到重视的一个话题，我也想了解更多啊。那您的过往的经历可以大概介绍吗？你在什么时间段做了多少时间的读中老师呢？我在1996年开始呢，就在读中职当英文老师。后来呢，我就在当了10多年读中老师之后呢，就因为很想跟我孩子好好相处之下呢，然后我就选择回去当一个妈妈，当一个全职妈妈。后来呢，我就因为觉得阅读的重要性，然后我就到处去给大家给讲座，宣传一下有关于绘本的重要性。所以呢，有给好些华校老师或者是大家长，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善用这个绘本，然后呢，还有亲子教学这些都有。然后现在的我嘛是一个网课老师，那我的网课是教中国人英文 ，OK， 或者是就是有些读中生他们在英文方面有什么问题呢，我都会用网课教学这样子。我也是在疫情的时候呢，无意间给我发觉到原来网课也可以教得很好。是，而且大家那个时候特别需要你，应该就是我本来没有想到网课可以把英文教好的。我也是在那疫情的情况之下，给我研究到一套网课如何在网课上把英文教好，这样子，所以我就坚持下来。所以你看，我觉得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一以贯之的，你都是一个教育者，用你的知识去传播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得到成长。不过说真的，我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对啊，这样子这几十年下来呢，我是发觉到我好像跑不掉，都是从事教育。我们到目前为止呢，我都是蛮喜欢教育这一块的。我觉得大家听到你的口音会说：“哎，真的吗？你是大马人吗？”不用怀疑我，真的是大马人。怎么这样讲话的？讨厌。因为是你在过往这个大学学师范的经历是有一些的特殊，是吧？是侨生。我是在台湾毕业的，所以当年我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我是修英语系，就被人家笑，就好像是在英国念中文系一样。所以这个反差呢，是的，在口语方面我是有一些比较有落差，因此在口语方面我必须要比别人用功，才能够赶上我的 speaking。所以我告诉学生，没关系的，我们还是可以。所以这几十年来，我都必须自己自我成长，要不然的话，我的语言就没有办法要跟其他在念英语体制的国家相比的。所以我说，学习是没有停止的。为了继续我们后面的话题因为而且我是一个外国人，我了解比较少，我想您是否可以先跟我介绍一下，在大马的这个中学的体系是什么样的？读中应该不是唯一的这个出路嘛，对不对？读中是你可以介绍一下有哪些中学存在吗？大马的各种中学。大马各种中学嘛，大马各种中学有分好多我们马来西亚是特别不一样的，多姿多彩啊，让你要选什么都有啊。原来中学也是裸价的。对，是裸价的。首先我们当然是有国中，那我们国中呢就可以是我们的国中生有分从初一念到去，我们是叫国中到中五。中午就是我们国家给你 Form 1 to Form 5， 所以你就考 SPM。可是这国中里面有2种，一个是国民型中学，一个就是里面我们叫做华中了。其实这华中就是它里边有1科华文。通常这些华中是给我们的华小学生，因为它里面有科华文嘛。那当然这些是全免的。这国家资助的一个教育。OK。好，那如果你不选这个，那另外呢，我们有些华裔子弟呢，就很谢谢我们的老祖宗建立了读中，那他就选读中，读中就有分，就要6年制，就是他初中3年，然后高中3年，但是同一所学校里面，
同一所学校里面它是6年制的，那这些学生必须面对统考。就是我们有统考啊 ，UEC 的意思 ，UEC。对不起，所谓统考也是由马来西亚组织的吗？没有统考是不受我们政府承认的，到目前为止。这样是在读中的统考叫 OK， 这是2大类嘛？这样子，所以是 SPM 或者是 SPM 是for政府的然后你不要的话，你就去读中自考统考。那大家讲的私立的中学就只是指读中吗？还是还有其他的？接下来这10多20年就新了一个呢，就叫做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就是他们 private school。private school 就是你自己付费，它可以当然它的比较关注一下，然后就它考的是还是 SPM， 还是政府的 SPM。或者是现在有更好的呢，跟另外一种是国际学校。国际学校就是考IGCSE 那些，就是考 Cambridge 的那个。对 ，OK， 是这样的。在整个学生，你知道在我们以华人的学生来讲好了，他们去念读中的比例会有多少？比例这个我有点不清楚。大概可能一个 gut feeling 会是什么样的？读中的话，好像是说每多少读中会不会华小毕业的话，会不会有10个里面有1个会进读中？有没有这样的？我不怎么确定比我想象的要低很多因为读中现在我刚刚收到消息了，我以为是只有62所，原来好像是快要到63所读中全满。那么可是它分布的地区不是那么的均匀，比如说雪隆嘛，雪隆就8读中。雪隆8读中北部北马有一些，然后南马也蛮多的。可是它的情况雪隆8读中一般上都蛮爆满的。OK， 不会有问题。可是北马的话，我们目前面对的就是北马有一些小型读中就会有面对招生，还有的他们资金有一些困难。南马方面还好啦，也不错的。可是我们雪隆8读中的发展的读中都是发展的非常的不错。您觉得像over 这么多年嘛，从您那个时候开始教学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你觉得大家去念读中的人的比例是有增加了持平还是减少了呢？觉得如果是以雪隆8读中来说吧，感觉是有一点点受威胁了。不会像当初我在教书的时候那么的受欢迎。可能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可能是因为有这个国际学校的蓬勃发展吧。还有私立学校，我觉得是最大的威胁应该是国际学校，因为是读中呢是一个付费的然后同时它也可以让我们，因为许多的读中它都让学生可以到国外去升学，让我们栽培了许多的人才。可是国际学校也是可以呀。国际学校甚至它的你看读中要念6年，国际学校念5年就行了。它更缩短。然后呢，它可以考 Cambridge， 它可以考 IGCSE 这些，或者美国的，都让家长觉得 OK， 它的选择更广，更加的国际化，更有跨文化、跨领域这样子。所以，而且它的课程相对的不会比读中来的吃力。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你讲到了读中的数量好像在慢慢增加，因为我们要注意到整个大马在过去20-30年人口也是在比较快的增加嘛，但是呢，你又觉得去参加读中的学生的比例有可能是还会有些减少，而且还会受到其他体系的影响嘛。所以我们回头还会再来谈一谈国际学校。我发现大家对国际学校的认识也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纷争我想回来我们 focus 来了解读中。我之前有想问过你就是如果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现在这个读中的处境，您给了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形容词，你可以说一下吗？就是因为我们为了要争取到说让我们的孩子他们有更广的升学出路，
然后呢，所以就加强我们的数理程度啊，然后这个说是呢，加强数理程度，然后我们双轨制度这些都变成说我们的课程就很多。同时，我们要提升，让为了招生不受国际学校的影响啊，那我们就更提升我们的硬体设备，这等等啊，变成难免的。感觉上有一些本末倒置了。我觉得我们要敢敢的告诉大家，本末倒置。其实我觉得本末倒置本身就是一个足够好的词，因为作为本末倒置，它可以说是一个已经倒置完了，是一个完成时，用您英文的话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现在进行时。但 anyway， 我们要知道本是什么，这 essence 是什么，末那现在我们追求的是什么，还有我们在怎么样的一个倒置吗？那您觉得读中的本是什么？你前面有提到老祖宗，我特别感兴趣的。我们老祖宗当年我们华侨移民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你想哦，我们除了中港台有这么完整的华文教育，就吃了，在全球里面只有马来西亚。你想印尼是我们隔壁而已啊。印尼，但是印尼人印尼的华侨你跟他讲中文，听不懂。我去认识的印尼华侨，他跟我讲马来讲印尼话的，无法说中文，说的像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侨一样。可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侨为什么可以说的那么一口溜的华语？那要感谢我们的老祖宗争取的华文教育。所以这个读中可以在马来西亚建立的那么蓬勃，要谢谢老祖宗。可是如果再这样子，当然啦，你们可以说。不会的，我们华文教育好，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华人一定可以继续可以说华文。不过不要忘了，当时候呢，这个老祖宗建立读中，他除了要你会说华文，他也同时要秉持了那个华文的道德观、价值观。明白。这样子，华文是一个载具，是一个 vehicle。所以它只是 a language, whatever the culture。Okay, the view， 你的想法当然说华人就是很老土，那你说中国人老土啦？您觉得那您觉得老祖宗他建的读中，他承载的是一些在语言的背后装载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理念呢？这个呢，我觉得我要叫华人老师来说会比较好。我觉得我已经是很 China 的那个，但是我你要我把它诠释出来吗？那很难。可是你可以感受到我像华人的。我会有你感觉到我跟你们中国人有不一样吗？和中国人肯定是不一样，那是因为中国的 uniqueness。我都不确定华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在我来马来西亚之前，我去台湾，我觉得那边让我认识的人可以很好的诠释，因为我看到台湾那边的情况，我就想到了我们讲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我都可以感受到。当然，到了马来西亚，我也感受到了。所以反而我觉得我不确定什么是华人。我家人常常提醒我说，因为我很尴尬我的身份，因为我是修英文文学的，所以常常我跟我家人有时候就是我先生在谈起的时候，他说我有时候说我们老外了所以你看我的性格是蛮外向一下。可是在恰当时候，我会有一个 break。我不能够跨越，我不可以，因为我是华人。你觉得这条线是什么呢？使得我们区分于其他的？我觉得，是时候我必须要这个 border， 我不可以超越过去。有些时候礼方面呢，我做不到的。我不会跨越过去的，我不会让我自己有些，我会画清楚我的界限，就是在这边。有些事情我不会越过去。所以我还是干干净净。有些事情我就是不做。我自然而然我就是，可是我还是很庆幸我的魅力就是在那边。就是这个就是我已经塑造了我有原则，就是这样子。OK， 不会不跨过去那个原则的，这样子。那您觉得对读中来说的话，它的在教育理念上，虽然您是教英文嘛，那也会秉持这个独特的一些教育理念。它和其他的教育机构，我们刚讲有这么多种，它的理念的独特性会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刚才我们讲说这个学生，我们读中生很多时候为了给学生有更广的升学出路，所以呢就会加强他们的数理程度，
比如说有些读中他们的数理在中学的时候已经可以跟中国的程度继续去比较中国的程度，所以他们数学一到了大学的时候没问题，因为他们已经修过了那还有呢，有些就是你看到我们的统考，如果学生一统考毕业出去的，他们到我们的私立大学去呢，他们是可以直接拿 diploma 是吗？diploma 的。可是如果是国中毕业呢，他们是拿 degree 而已的。所以他们当然呢，也有家长反映说读中不好念，因为读中的课程真的是很重。3每2下又考试，因为他们真的是用考试评量的。但是如果是国际学校的学生呢，真的会比较轻松一点，因为他们的活动比较多，他们课程也会比较简单一点，让学生可以充分在其他的跨文化领域可以多方面发展。这一点就是读中特色就是读书考试，就是读书考试，在过去就是这样吗？过去，但是现在呢也会渐渐有，就是不过很感谢国际学校的建立呢，也让读中生现在呢，他们课外活动渐渐有更多了。但是更多同时，因为他们也更累，所以我的网课学生有时候跟我说：“老师，我很累，我刚刚补习回来，我在想说你们行程好像很满哦。”所以他们的假日呢也是没有休息的，也是回学校练球什么学生领袖性训练营然后要去哪一个外州什么培训什么一堆的活动。可是这些学生一到大学的时候，全部都是 top student。OK。所以就诈骗很多人才。所以我还想请你更多的展开这个本末倒置您的观察是什么样的所以肯定有很多可以告诉我感受就是说，我好希望我们读中呢，不要删减，不要因为要迎合市场的需求，而忘了弘扬中华的我们文化这一块。就是让我们的学生有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价值观。就是平时在课程里面呢，不要只是用口号的，我们要礼义廉耻 ，What is 礼义廉耻？而且我也不认为只是用来念的，只是平时在行为上，OK， 就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在行为上，我觉得，因为比如说刚才你跟我讲起嘛，我们从前的学生对老师的态度，跟现在的学生对老师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我们就是傻傻的，就是我会煮汤给我老师喝。到现在我们跟班主任的关系我到现在跟我的高一的班主任还有联络的。大家都会维持很好的关系。对。而且你觉得这种维持就是落实到行为上，就是真正的把你说老祖宗的理念给学到手。是的，我们见到老师的东西呢，我们自然就会去拿。就是去帮，就什么都自然而然的。那个味道，就是现在就是说，现在老师和学生的感情吧，就没有，你意思说没有这么高了那这个是迎合，很忙是不是？这算是迎合市场造成的吗？这也不尽然吧。我觉得大家这也不尽然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也不晓得。我觉得大家口号念了好多，我到了觉得好像。是课程还是教学还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好奇怪？为什么少了那个味道存在的样子呢？你有分析吗？就是说，一个是市场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需求？我有听因为我有一些老朋友了，他们在读中还在读中教的，就跟我反映说，华文课被减少了。被减少了？对，华文课因为没办法，因为他们要有其他的活动之下。课程就是时间，那个上课时间就是那么多。如果你要增加其他的活动，你必须要删减。可是删减竟然是删减华文课，让那些华文老师很不舒服的。那其中华文课不是读中的特色吗？你什么减不减去讲华文课，就华文老师觉得我的身份在哪里？这样子，他会觉得他应该是最受到，对不对？对，从前华文课就是门牌在成绩单什么，第一课就是华文。什么都是华文，本来他是这样子的，所以当头我从前的华文老师都是高高在上，而现在呢，有华文老师跟我反映说 ，no，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那个感觉了。这是所有的科目都会有这种被这样的感觉，还是说只是华文会被减少？
这样子我倒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华文课应该放第一。我真的觉得华文课不应该被忽略掉的。然后要让那个氛围是那个因为偶尔有些人觉得，虽然我是虽然我是英文老师我不会认为说英文是最重要。因为如果你认为英文最重要，那你不要选择读中。这国际学校我觉得我个人我说我是英文老师，可是就比如说我孩子吧，我家孩子小的时候呢，I try to speak English to them, then my husband， 然后我先生就很反感，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反感，那时候我不明白，后来我才知道说，他说你为什么不先让他们懂得母语才懂英语？我那时候觉得你怎么这样神经病？后来我才知道他没有错的。他了解母语后呢，我再跟他说英语，他也一样可以。Because it's a first language and second language， 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很感谢到时候他骂醒了我，这样子啦。为什么是你说一些各种各样的活动会增加呢？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啊？就是在学校，就是为了迎合这个世界的需求。因为大家要不一样的东西啊，这个也是难免的啦。但是我觉得要折中一下，大家讨论一下如何让这个氛围是有这个读中是有 China 的感觉的。OK， 总之反正我听得出来啊，就说它很微妙，但是这个感觉在发生变化你进去你没觉得它跟国际学校没两样？真的是这样的，我还没有去过一家任何一家。我带你去。很 upgrade 的，我能够去采访一下，没问题，去了解。OK， 来，安排好。upgrade 的你就感觉到要真的要回到初中，这样子的话，我相信他会比国际学校更棒。因为它里面的有传承教育，有文化，然后而且他还有真正的在教学，那不是更加成功吗？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现在的处境但我虽然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但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就是读中你发挥自己独有的，就是在他的基因里的这个理念，一定才能自己做得更好。如果读中去和国际学校 PK 国际学校的理念，那你是不具备优势的。我想接着了解，就是因为每次讲到国际学校啊，就有很多人会有一些不屑虽然我觉得总体还好，但少有人会觉得说这个华文教育才是最好的。那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就是对马来西亚人而言小孩子去念国际学校还是念读中，你会怎样比较呢？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了。如果你这样坚持的话呢，不要忘了，这个还有家庭教育。对，还有家庭教育非常好，真的是不要把一切的责任都丢去给学校。如果一个孩子，比如说有些家庭，他家里是讲英文的，然后呢，把孩子丢去读中，那个孩子的华语实在烂到，他也很痛苦。我就问他说，他来到这边，他的华语永远都没有及格的，他的英文永远是标清的。我说why you make yourself in this kind of condition? So my mommy asked me to be here. 其实不应该。有道理。我想你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我在家讲那种说你为什么要送他来读中？我跟他学华文，我说给他学华文，你不跟他讲华语。这就是 first language and second language 的问题。对，我跟你讲太好了。首先要关注自己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要乱选你用他学华语，你跟他讲英文， okay. 对吧？是吗？所以有些时候不要把什么东西你都要吧，别这样子了，要分前后。对，没有这样子。所以你看，我们朋友是一个送读中，一个送国际学校就是他分散风险两种都要收进来。他贪心鬼了，那里。你会觉得，比方说，在一个华人家庭接受的是华文教育，那他把小孩送去国际学校，对小孩来说，会不会？如果他只有一个小孩的话，你觉得这样做好吗？对孩子来讲，这样子就看他父母平时对孩子的教育。平时他不说嘛播种子，平时他跟孩子的相处都很
他要求自己孩子什么，那你要对你孩子怎么样？那如果你都没有跟孩子相处的，你给他就很学校那一样嘛。如果你跟孩子有相处的，孩子就会跟你那一样吧。明白你的意思，是吧？就谁在引导他？对啊，因为那是真人说的，主跟那边是你是主人啊。如果你把他丢去给学校，那学校就是主人啊。比如说，如果一个家庭是常常跟孩子是有互动的，他再怎么叛逆期，你要把他拉回来也很简单而已。我觉得您讲太好，说明您对教育是有一个全局的一个理解的。这对我也有启发。应该是这样子我觉得再坏的，他一定有坏的时候的，他不可能。可是如果你跟他本来就是有互动的，他在坏的时候你扯一下，那就会回来了。没事的。我们多多回顾你讲的，这中间的几句话，我觉得对教育都会有受到一些启发和体验。哪有这么夸张？没有，就是你讲的，因为你看扯一下是一个轻轻的动作，但是你要考虑如何总是四两拨千斤的去影响他。你总要让他飞一下的，要不然他不甘心的，他要坏一坏的。我觉得孩子我要放飞一下，等他闯祸一下，跌倒一下的差不多时候的。好的，非常有意思。这样子我觉得还是非常感谢邓老师，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你看我 summarize 一下，我们讲到了读中的理念，它的本末倒置，现在面临的困境，老师他们的处境，学生出路和国际学校的一些差异，您还有一些什么您比较有思考的，是希望再补充的吗？可能我是独中家庭出来吧，哇，真的很衷心的希望说，我们的独中无论在有受到这个国际学校的影响，有受到私立学校的蓬勃发展呢，我还是很希望我们那么不容易之下的63还是62所的独中呢，还是可以很好的有坚持我们的老祖宗的那个初衷，好好的给它发展下去让我们的好不容易在中港台之外的马来西亚呢，我们的华文教育呢还是不受这些其他这么多的影响之呢，还是有很美的教育发展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所以常常人家提起马来西亚华人，大家都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是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可以说那么多种语言这个比起其他地区的华人，我们不一样这一点希望我们可以活得更好的春天这样子。非常感谢您，谢谢。不客气。多谢。好，对了，大马生活家就是我小光头和家人生活在大马的实录。我们希望带给你生活在异乡的勇气。我的频道风格有点多样，思考相对深入，表现稍显生动，制作就算经典。希望你喜欢，帮我一起按赞、分享、订阅，我们一起打败一个不算。谢谢。